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盘中速解读，我是总哥啊。今天呢是2025年的8月28号晚上的9点05分，每天晚上的9点，美股开盘前的半个小时，我在这里跟你一起用纪律来换取财富自由。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今天节目的重点肯定是要先从这个辉达的最新财报开始了解，因为这个实际的数据基本上不太差这个营收啊，或者是 data center 或者是油气以及车用的企业，其实都还是有点亮点。不过市场更为关心是这个 AI 成长的速度是不是已经开始放缓了，或者是未来可能会面临这个所谓的基期垫高的挑战。我们会透过这个辉达的财报来看这个 AI 的龙景是否可以持续下去，并且呢来延伸到美股的估值以及现在历史的一个风险，还有资金流动的程度，还有这个川普对美国联准会的一个挑战。当然最后呢还是会聊到各位更为关心的台股的资金动能，还有房市的政策。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早上很多人都说过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没有办法透过内容帮各位这个增加这个多巴胺。可是呢各位如果说想要增加多巴胺，很简单，把这个声音给关掉听看看总哥的脸就可以了。因为今天的内容可说从 AI 到美股的流动，再到台股的政策面，咱们来做3点观察。首先呢还是聊一下这个辉达的财报。果不其然跟昨天咱们提醒各位的，也就是市场预期的波动5% 上下，只不过呢是公布财报之后，盘后的股价一度重跌5%。可是呢各位要留意这个财报还算 OK 啦。我们细部来看透过这个辉达的财报来做观察，到底 AI 的龙景还在吗？还是早已不复见了？稍等我一下这个画面跳掉了。好，那这一季的营收其实还算不错达到467亿的美元，比起上一季成长大概6%，比去年同期更是大增了56%。那这个资料中心的业务可说是他们最赚钱的部分，营收高达这个411亿的美元。同样呢，比去年同期成长还有56%，比上一季更加成长5%。那么最新呢，这个 Blackwell 这个资料中心的营收环比呢还成长了17%。那这个辉达的执行长这个黄仁勋我大哥这个 Blackwell 就是全世界都在等的人工智慧的平台提供了世代跃进般的卓越的细人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强大。那其他的业务呢，包括像是什么这个游戏的业务呢，营收是43亿的美元，比上一季还成长了14%，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9%。车用的一个业务营收呢是 5.86 亿的美元，比上一季成长3%，比去年同期成长69%。这些呢都表现不错不是总哥在水时间而是呢咱们还是得聊聊早上大家都聊过的东西。可是呢我们更为关心那这个毛利率的部分呢还算 OK 这个非 GAAP 的毛利率呢是 72.7%。这个 OK 再来呢就是股东的回报。那这个辉达呢在前半年其实就已经回购了443亿的美元的股票，甚至还放送了这个现金股利。那这个辉达的董事会呢还批准了额外的600亿的美元的股票的回购授权，而且是没有期限的，代表呢这个辉达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有信心。听起来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就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下一季的状况到底如何呢？光是辉达自己预测这个2026年的财年的第3季的营收大概是540亿的美元，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那这个数字呢其实跟华尔街的投行的平均预期都差不多，甚至有些分析师还认为会超过600亿的美元。可是问题是这个就会让市场开始担心这个到底AI 的支出的成长速度是不是已经开始放缓了呢？我们透过这个辉达的销售的年增率你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个呢辉达的年增率呢在2024年的第3季跟第4季一度是冲到 200% 到 250%， 那个时候真的可说是爆炸性的一个成长。可是到了2025年的第1季跟第2季，这个成长率似乎就从高点开始回落的，虽然还是很高啦，可是这个增速呢却没有那样的快。那各位要留意
这个灰色的一个区块到了2026年的第3季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好看的状况。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基期太高的问题这个2023年的基期比较低嘛，所以呢2024年的一个需求一旦爆发了这个成长率就需要更高了。那到了2025年到2026年的时候呢，基期垫高了，就像是营收的绝对金额还在扩增，可是这个增速自然就会放缓了。这个对于所谓的产业的循环肯定是会造成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当这个生成式的 AI 的投资高峰一旦过的时候，这个云端的业者或者是大型的这个资料中心的客户，到了2024年到2025年的这段期间下了大量的订单，那接下来可能就会进入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就会导致接下来的成长降温。那市场就会担心了，这会不会是所谓的过去爆发之后的圣人时间呢？就是冷却时间嘛。那这个呢，跟过去尤其上个礼拜市场突然讨论这个 AI 的泡沫化的论点，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现在辉达在全球晶片市场的地位到底是占领什么样的地位图上2条线，一条线呢是橘色线，橘色的曲线线是英特尔的营收，黑色的实线呢是辉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过去英特尔一直都是资料中心的一个霸主这个营收非常的稳定。可是这个辉达到了2023年甚至到2024年的时候，出现爆发式的成长，短短的2年期间就突破了400到500亿的美元，直到2024年超越的这个英特尔。那预计呢2025年到2027年的时候，辉达的营收还会怎么样？持续的疯狂的上升，逼近700到800亿的美元，所以可说是近代的资料中心晶片的新霸主。可是这也说明什么？这个呢就代表是说整个技术的框架正在转换，因为过去的 Intel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 CPU 的一个独霸嘛。可是因为现在的云端的运算 AI 或者是机械的学习都需要 GPU的东西那这个呢就是辉达的强项。所以这个辉达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卖显卡的玩家而是呢现在云端跟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供应商。所以就算是这个成长放缓了，可是它在这个领域的一个龙头地位依旧是非常的稳固。那当然呢，这个辉达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过去总哥就说过这个美国政府针对 AI 晶片的出口对中国而言有限制，所以呢辉达的第2季的财报就说了，他们完全没有卖掉H20的晶片给中国的客户，但库存有在销啦所以不晓得是卖给谁了。这个你不说我不说，大家心里都知道。可是下一季的财测当中也没有把这个 H20卖到中国的收入给算进去。所以简单来讲这个川普就想了一个奇招那既然呢我都无法阻止你了，或者是我干脆开绿灯给你，就直接怎么样想要抽成。所以川普政府就说要抽 15% 的佣金。那这个辉达的财务长也直接说了，这个被抽佣金的这个计划其实还停留在初步的阶段因为川普政府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干怎么执行，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规定，所以他们应该不用去付这个佣金就可以直接卖晶片了。所以辉达也担心这种所谓的抽佣的方式会让他们接下来在竞争的一个情况之下处于相对的劣势，或者是呢就算是这个川普直接嘴巴讲了，就算是没有这种明令的方法先卖了，会不会引发接下来的法律的风险，都是足以大家来担心不过呢咱们的黄仁勋我大哥啦这个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的乐观因为黄仁勋我大哥就说了，这个中国的市场的潜力高达多少呢？500亿的美元，而且每年都用 50% 的速度来做成长。他也强调如果说可以让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的晶片进入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来看是非常有机会的。他们会持续向美国政府举手希望他们可以让他们继续开绿灯甚至说呢就算进去了也没关系只要能让美国科技公司在 AI 的竞争当中保持领先，咱们的黄仁勋
这个一定做得到。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辉达的财报，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投资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总哥呢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就像昨天总哥所说的，现在的辉达其实正在从一个高速成长的股票转型成大型成长的科技股。短时间呢，这个高度成长或许还会支撑这个股价，但是呢，这个波动可能会放大。但是以中长期来讲依旧还是要留意这个估值的问题。虽然这个估值总哥在昨天也说过了，会进入一个估值消化的过程当中，就来看看这个 AI 的应用可不可以继续的扩散到这个企业端，或者是 PC 端，或者是汽车这些领域。所以看法跟昨天差不多啦从快速的成长到成熟的放缓，最后就是估值消化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待会9点半现货开盘之后的市场态度。因为最近的美股指数确实有一点安逸没什么波动，有点无聊，这个多巴胺一直都提不上来晚上看到这个美盘都有点昏昏欲睡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透过这个标普500也就是称为这个恐慌指数的历史来做进一步的观察。红色线呢是 S&P 500的指数，那看得出来就是一路的创高啦，中间虽然有一度的回档，但是呢都看得出来正在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从2024年这个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一个有啦，这个4月份的有个人造熊市，可是呢终究还是创新高了。那这个历史指数当然就是因为经到这个人造熊市啦一度的往上喷射，可是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维持在15到20这个区间。那这个数字其实老实说是历史上偏低的一个水准。那这个历史低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人对未来是蛮乐观的，认为这个风险根本不高甚至不认为有大波动，甚至没在怕的感觉，把这个资金疯狂的往这个风险资产给投进去。所以当这个股市持续创高的情况之下，这个市场似乎对风险都有点麻痹了。那这个投资人呢看起来有点无惧啦没有害怕没输有输过没怕过可是这种情况之下，通常都是隐含着潜在的风险正在累积。什么意思呢？再怎么怕就怕是没看见所谓的黑天鹅啦。那这种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市场波动，在这样波动情况如此低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比各位想象的更加的变大这个蛮值得大家留意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在这市场上有很多投机分子在这个 VIX 的期货的部位去做所谓的净空单。那这个净空单已经来到历史级别的多了。多多呢就是去年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准。那个时候呢刚好是7月到8月左右啦对5月到6月左右，接近是负的10万口左右。那这个净空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看空这个 VIX 的人特别的多，代表大家在对赌这个市场会相对的稳定，波动力会持续的下降。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物极必反那如果说这种极端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要留意会不会股市的高点就已经顶在那里了。但是呢也不是请大家悲观而是呢尽量在乐观的过程当中多加谨慎。因为你要留意的是假设接下来或许会有一些地缘政治或者是经济数据的意外的产生甚至说最可怕的金融风暴都会引爆这种大规模的回补潮。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要留意了也不知道警告大家了。包括像什么呢？包括像下个礼拜又回到每个月月初的数据周了。下个礼拜有什么呢？有美国的职缺人数，有美国的小非农，还有美国的非农数据要公布。那这3个东西呢都是美国联准会在意的劳动市场的数据。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说那现在的美股的资金的流动性的环境如何呢？是过度的紧缩还是过度的宽松呢？我们透过这个最新公布的美国 M2 的货币的供给的年增率来做进一步的观察。M2 是什么？ M2 代表是现在市场上的流通性就代表钱到底有多少啦。那过往的历史的极端行情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联准会大放水，所以当时的
M2 的年增率飙到史上最高的26.7%， 代表钱很多啦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极度的恐慌，钱特别多，钱会往哪边去？似乎又来到所谓的风险资产上面。可是到了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这个 M2 竟然是出现负的4.7 的萎缩，算是近期的少数的一个负的成长，那就代表当时的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紧缩。可是到了最新数据也就是2025年的7月份，美国的这个 M2 的年增率似乎已经回到正数的 4.8%， 甚至接近历史水平的位置。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的美国的市场的流动性已经正常了已经正常了。那既然已经正常了，就代表不像是过去的极端的紧缩，也不是过去的极端的宽松，现在刚好卡在一起。可是呢，各位也不要想象是那种所谓的疫情时间的超级宽松，至少不是那样。可是也不是2023年的年初那样的极度的紧缩。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从这张图可以告诉各位现在美国的市场这种所谓的未来资产的价格的驱动力，似乎已经不是从这个所谓的货币宽松这个方向来做前进了，更多可能会来自企业到底有没有获利，经济的基本面到底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已经不是过去单靠这个货币供给的扩增来做推动。这一点呢，要请投资朋友多加留意因为呢，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所谓的资金狂潮发大财的时代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必须更为专注来留意现在的美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是谁在支撑，到底是软数据呢还是硬数据？为什么突然总哥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两个数据最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我们透过美国的软性数据跟硬性数据的惊奇指数来做观察，那这个所谓的惊奇指数其实就是两个差距之间的距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实际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结果跟市场事前预期的一个想法之间差距的一个指标。那黑色线呢，指的是软性数据的惊奇指数，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问卷啦，去问问这些所谓的美国企业这个主管或者是美国的消费者这些信心的预期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假设我公布出来这个信心是很差的，结果公布出来信心是很好的，就会表现在这个所谓的软性数据的惊奇指数。那这个橘色线是什么？橘色线是硬的特别硬的那一个反映的是什么？这个像 GDP 或者是零售销售这种跟市场的直接有关系的数据。那这个惊奇指数也是一样，大家想的跟实际的差距有多少？结果你会发现从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软性数据黑色线就比什么？比硬性数据还要来得强，代表是现在过去2023年下半年就发现市场在想象力的部分比实际的状况强很多那这个黑色线呢，虽然一度是偏强啦，但是比起这个橘色线大部分时间这个黑色线都是在0轴以下，甚至呢到了2025年的年初，这两条线都进入相对的低位那甚至呢这个橘色线这个硬数据更是跌到负值。代表什么？代表年初的时候这种真实的经济数据往往都是不如预期就是代表市场想得太美好，就公布出来怎么这么烂那这代表什么呢？重点来了，代表是说，假设说这个软数据一直都比硬数据强的时候，代表过去的一个市场的乐观情绪是有点高估了高估了经济的韧性，代表大家嘴巴讲得很美好，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美好。那对我们交易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如果说软数据一直都很强，可是硬数据一直都很弱，就代表股市短时间会受到情绪的乐观支撑，可是中长期还是得面临这个基本面修正的压力。可是反过来，如果说硬数据一旦怎么样持续的疲弱，就会导致市场去预期这个美国联准会是可不可以这个提早来降息，就有利于这个债券的发展。所以简单来讲这张图总哥只是要告诉各位现在两个都慢慢的往上提，那硬数据是比软数据高一点点，就代表过去是处在信心偏强、数据偏弱的状况，
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也是一样，因为橘色线在下面，这个硬的在下面软的在上面软的对，硬的在下面，软的硬的在下面，软的在上面。好，听不懂就算了总哥只要告诉各位现在要留意真正的数据到底体验是什么？因为像这种软数据带来的市场乐观如果说接下来实际的经济数据才是驱动中长期的市场走势的核心力量，就是下礼拜了下礼拜数据特别多那我们从这里来做延伸好了啦大家都听不懂，这个多巴胺无法激发出来，我们聊一个更宏观的、更令人紧张的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券问题，以及川普对美国联准会独立性的挑战，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宏观影响？透过4个图直接做答案解说。左上角呢是这个预算赤字的恶化预算赤字的恶化有点改善啦，可是呢你还看到全部都还是负值，代表美国长期都在借钱，尤其是疫情时间，这个赤字扩大到占这个 GDP 负的 20% 左右。那现在有点收敛大概还是维持在占 GDP 负的 6% 到负的 7% 左右。可是不管怎么样，美国政府都必须要花很多的要借很多的钱来花这个发债的规模非常的高。那右上角呢就是现在的一个所谓的美国联总会的升息之后的状况，那你可以看得出啦，为了要抵抗这个疫情之后的高通膨，像是2022年开始就把利率快速的拉升到5% 以上那这个呢是20年来以的新高水准那这个利率越高的时候，就代表左边这个发的债这个不管是新债还是旧债，要在还的利息就会大幅的提升。那下面的地方呢左下角这边叫做债务的殖利率那以前美债的一个平均殖利率大家都看出来大概在 2% 左右，可是呢代表那个时候政府付的这个利息的负担还算有限。可是自从这个2022年之后就右上角的关系导致左下角关系，所以平均的殖利率也飙升到 3.5% 左右，就代表现在新的债务加上什么这个旧的债务再融资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了。那右边呢就是一个答案了，也就是现在美国的利息支出是暴增的，也就是现在美国每年要付的利息钱大概从2015年大概2000亿的美元一路飙升，到了2025年已经接近每年要还1兆美元的利息钱。这个规模是什么呢？跟现在的美国的国防预算的规模差不多。那当然今天又把它讲国防预算可是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有点无聊就不多说了，所以要刺激大家的多巴胺。所以重点来了，这个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俨然就已经成为一种所谓的结构型的财政的负担，是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赤字越大，导致债务的越来越多，美国联总会为了压通膨而升级，结果又导致借钱的成本飙高，利息支出真的暴增，所以造成美国政府的赤字又再度的恶化。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财政问题了，可能会演发成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可是反过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川普也知道，我也知道，你也知道，那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控制这个美国联准会。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他想要罢免这个所谓的理事这个 Lisa 库克因为他要在这个美国联准会的理事会中取得多数席位。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美国联准会的成员的名单。这个库克这个基本上在2025年的8月25号被这川普单方面的解职了。那虽然说现在是一个待法律的诉讼的阶段，可是也代表这个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挑战。那这个所谓的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呢，很简单，就是它能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干预，来独立制定货币的政策。因为如果说政客为了选举的利益，要求这个央行来印钱或降息短时间会让大家好像吃春药一样，这个经济会好一点，可是长期下来会带来所谓的反扑，尤其是高通膨就像是70年代那个时候造成重大的经济灾害。所以呢，美国联总会包哥也一直强调他们是针对现在的景气的一个状况来做制定，不是为了谁的政治来做服务。所以没有哪一个
发达的经济体的央行会这么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发现美国联准会的独立性再度的恶化。那这张图呢有三个重要地方啊，白色线、橘色线跟黄色线。白色线呢就是行政部门对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尊重，橘色的一个柱状体呢是公众对美国联准会的一个支持度。那黄色线的部分呢，就是美国联准会的独立的综合指数。你会发现在2024年到现在又开始走低了，凸显现在美国联准会所面临的政治化的风险，也代表这个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已经不是单纯的看经济数据了，而是要看那个男人的脸色。那这个呢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我就不论述了啦，过去讲的特别的多。可是这一股的政治力量来讲，就不单只是在利率上面，还有在那个我们最讨厌的人的身上。谁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卢特尼克。他有讲了什么话呢？他有讲了最近在暗示说，这个美国政府可能会像过去入股这个所谓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一样，来考虑入股这个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国防产业的公司，来提高军火的产量。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家国防产业的公司大部分的收入都是靠美国，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分支。那这既然是这种情况之下，干脆怎么样？直接入股。那我们可以透过呢这家公司过去有不能讲收啦，跟美国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合约金额来做观察。那这个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跟美国政府的合约金额在2021年达到一个高峰，那这几年是一个下滑。所以如果说这个美国政府真的要入股的话，或者是想要直接介入的话，就想要干嘛？确保这个军火供应链的一个稳定。那这个呢也呼应先前总哥所说的这个美国已经首当其冲了，要跟辉达或者是 MND 这个要求 15% 的一个这个收入啦。那这个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所以总哥要请大家留意这个政治的力量。那聊完美国之后呢，肯定要聊一下台股。台股有没有这一股政治的力量？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台湾股市目前的资金的动能，什么意思呢？总之这边比较懒一点咱们把台湾的货币供给M1B 跟 M2 的年增率，以及 M1B 减掉 M2 的差值，以及加权指数，还有景气的对策信号，通通全部都摆在一起。那我先讲一下这几条线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蓝色线基本上代表的是广义的货币供给，包括像存款定存这些的，那它的成长是比较稳定的，相对波动比较小一点。那当这个 M2 成长率在往上提的时候，代表现在的市场的资金很充裕，这个呢对股市是有利的。那红色线的部分呢，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是狭义的货币，就是各位手上的现金跟活期的存款，它的波动比较活泼一点，代表比 M2 大很多。那这个黄色的柱状体呢，就是两个相减。那如果说这个两个相减之后维持在0轴以上，对股市是正面的方向。那如果说在0轴以下的话，是一个负面。可是总哥说过了，看这种数据不应该看所谓的绝对值，你要看增减值，也就是柱状体一直往上爬升的时候，绿色线代表是加权指数，大部分是正面的。可是如果说柱状体往下的时候，这个绿色线大部分是不好的，直到像2023年大概是年初的时候，这个柱状体来到相对的低位，你会发现这个加权指数在前阵子，因为这个是落后公布的在前阵子也出现相对的低位，那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加。当然中间有遇到一些困难点不过像是这个4月份的时候，这个人造熊市也让这个所谓的 M1B 减到 M2 的柱状体有稍微顶到今年的最低。可是你要注意这个随着公布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在下个月翻为正数。那翻为正数代表什么？代表现在市场上的资金相对于今年的4月，相对于去年的这个几月2023年的年初都是相对的充沛，甚至一转这个2018年一转这个2022年的10月过后，又回到正数以上代表这个资金相对的充沛。那这种充沛情况之下，你要对应的是景气对策讯号。结果呢，就在今天下午公布这个景气对策讯号还在持续的亮绿灯
那这个跟股市就有一点背离了。那当然这个景气对称讯号待会跟大家聊聊那我只是要告诉你这张图只是告诉各位现在的台股的市场跟资金的动能有非常高的联动性。那现在的资金还算是有点充沛了，甚至已经快翻正了。那问题来了，你知道，我知道，政府也知道。那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呢？就在今天早上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左荣泰最近就公开表态了，希望什么东西的水龙头开大一点点呢？就是金融的水龙头开大一点点，然后呢，这个还是需要了这个安全的滤网要在。那这个左荣泰行政院长说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对于真正自住还有首购的民众，不应该受到这个政策的调整而受到额外的阻碍。那这个呢，甚至对这个央行的不动产的贷款政策提出了一点点的指导意味。特别是什么呢？9月份台湾的央行理监事会要开了，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来松绑这个房贷的管制。但不过呢，这个央行也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他们要强调这个数据的显示因为银行对地方政府或者是公营事业的新增的放款金额远低于个人或民营的企业。那这个台湾央行也澄清并没有把这个都更或者是围绕重建的房贷排除在这个所谓的不动产贷款的计算的范围之外的考量。这个就是关键因为央行强调了不动产贷款的管制的核心是维持金融稳定以及避免信用过度集中，并不是要来针对特定族群。所以9月的理监事会就是政府跟央行之间的政策观察点，值得大家特别留意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谈这个放水呢？那就是聊一下刚才提到的最新的景气的灯号。就在今天下午这个台湾的国发会公布了7月的景气灯号，分数是几分呢？同分同灯是29分，依旧跟上个月一样亮出绿灯。但是呢，这个是已经连续3个月维持绿灯，只能说现在的台湾经济还算稳定了，没有持续恶化。可是我们细部来看这个9项的构成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呢，整体的状况还算 OK 啦。可是呢，更为重要的，下半年有没有机会首度这个绿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一季跟第二季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拉库存的状况，使得台湾的出口好棒棒。可是问题是，这个百工百业啦不单只是一家台积电，不单只是这个资通出口业还有所谓的包括像是这个营建业或者是这个制造业或者是纺织业这些呢，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比较辛苦。因为8月份开始，美国的对等关税正式上路之后，台湾的暂时性的关税是 20%， 这个对出口肯定会有些不确定性。那当下呢，这个媒体就关心了啦，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景气表现？那这个国发会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关税依旧在谈判各位不要过度的预测，尤其是半导体的细节根本还没确定。不过呢，川普说过一句话，只要企业在美国有设厂就可以豁免，包括像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都已经在美国同意去投资了嘛，对不对？除非后面再出现重大的利空，不然的话还是有机会维持在绿灯。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国发会会对下半年如此的有信心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总哥说过了，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表现出比大家想象的更加有韧性，包括像国际预测的机构最近就开始上修了今年全球的经济的成长率，包括像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国家的需求其实都还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如此的差劲。那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需求，虽然提到这个辉达的财报看起来有点放缓了，可是呢，这个放缓只不过是因为高基期的关系，实际上 AI 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这个美国的科技巨头依旧是持续的扩大资本支出，那也带动台湾的供应链，让我们的出口依旧可以保有一定的动能。举个例子来说，像这个主计处原本是预估下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只有 1%， 结果呢，最新的数据出来了，已经上修到 2.3%， 全年原本只说好保3，现在预估有机会来到 4.45%。 那今年呢，这个商品的出口呢，有机会冲到
5892亿的美元，年增超过2成，还能创新高。到了2026年啊，还是有机会突破6000亿的美元，所以这个听起来还算是 OK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要谈这个大放水，或许讲得太早了。可是呢，修正一下第7波的信用管制，或许有机会。所以早上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今天台股的盘中的一些板块似乎就有一些动能了，提供给大家多加留意啦。当然，大家还是很关切这个汽车关税的发展，因为呢，光是上半年这个汽车的销售确实比较薄弱一点，这个车都卡在这个海关，大家不敢买啦。为什么呢？就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货物税小一点，汽车进口税少一点。因为如果说关税真的确定了市场都还是认为这个汽车的买气会回笼，内需是有机会持续的回温。所以最后做个总结这个台湾整体的经济基本上表面上虽然维持绿灯，但是呢，领先指标是持续下滑的，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后面可能性的风险，也就是这个 AI 可不可以继续支撑咱们的出口，这个就是关键因为整体来说，咱们还有台积电，咱们还有 AI 这股力量正在支撑。可是如果说中长期这个关税的不确定性还在的话，就会去影响内需复苏的速度。所以简单来讲，下半年我要维持这个绿灯，这个时候谈放水谈得太早了，但是呢，咱们先怎么样超前部署一下因为风险还是存在，请投资朋友多加留意。 OK， 好，那现在是9点41分总哥来总结一下今天的3大观察。那今天呢，咱们先从凌晨的辉达的财报看到一些关键的讯号，也就是这个 AI 的爆炸性的成长的高峰似乎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走向就是放缓期以及估值消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辉达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依旧是坐稳了资料中心的龙头，只不过呢，现在的市场情绪有点乐观，有点太过于高涨了，所以造成历史的指数以及看空历史的净空单来到历史级别的多，就透露出可能性的风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美国的流动性的环境似乎回到正常化了，那各位还是要去关注这个接下来的资产的价格的决定权，可能更多会取决于企业到底有没有获利，以及美国的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已经没办法再靠过去的资金潮带来的永动机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总可以提到这个川普对美国联总会的政治干预，这个政治这只手不单只是干预的美国联总会，甚至已经深入了所谓的企业了。那这个手呢我不敢说台湾有没有啦，可是台湾呢肯定会接下来面临到9月的这个所谓的攻防战，提供给大家做留意。那最后呢，还是请大家多加提醒一下这个行情不会是只有单一的节点，单一的故事，在龙井之后会有冷却期，就像高潮之后也会有低潮，在低潮之后呢，才能重新体会什么叫高潮。当你过度的低潮的时候，稍微的圣人时间迎来的时候，也会让你冷静一下。因为呢，不管如何保持谨慎，甚至的慎重的配置你的资金，就是我们在这种诡谲的环境之下做的最好决定。好了，现在是9点43分，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市场的概况。好，这个台指期呢这个小涨了 0.72%总哥喝个水。小涨了 0.72%， 涨了171点左右。台积电呢，涨了1.29%， 涨了15大点左右。富时台湾呢，涨了 0.65%， 涨了13点左右。小 S&P、小纳斯达克、小罗素跟小道琼涨跌互见。那小纳呢，现在是涨了 0.35 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开盘的状况。现在开了一根出来，所以代表市场没在怕的。没事啦，大家要留意，这是开盘线现在都走很平现在都走很平。好，那我们去往下看那再来就是这个德指那德指昨天跌破这个 MA20 跟 MA50， 目前在这个线上面挣扎。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法国的部分下礼拜再跟大家讲讲法国，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这个法国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再来说啦
因为我认为结束之后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现在都在闹那闹的话就随他闹，所以大家留意这个欧股的一些指数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欧盟银行反应是比较大一点的。好，那这个是欧股的部分那再来讲日经。那日经的部分呢，目前刚好前阵子蛮大的一个回头那这个就像狼一样不是回头报恩就是回头报仇。可是大家留意这个回头是谁卖出来的？这个回头是外资卖出来的。那这个日本的外资呢，基本上连续已经终止连续过去9周左右的连续买超，上一周基本上是呈现卖超的，所以足以证明这一波下跌是外资所卖出来的。那刚好价格呢又回到 MA20 左右，所以大家细部观察，其实日本原则上还是掌握一些关键零组件跟材料在手上啦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日币的一个期待升值造成它的一个市场担心出口，毕竟它还是有它的关键地位所以现在的日经指数刚好回到 MA20 的位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这个 MA20 从这个今年的5月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像样性的跌破那我只能说啦，要尊重真的要尊重好，那这个是日经指数那再继续往下，再来就是恒生跟 A50。那恒生的部分这2天跌幅比较重，但 A50 呢今天出现比较大的回涨那大家留意一下。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了。那外汇的部分呢，涨跌互见立刻翻页再来讲黄金。来宾请掌声鼓励，没有这有点送分题没事总哥就不吹了黄金的部分2个方向啦第一个呢就是黄金最大的 ETF 最近回笼潮蛮多的。那第二个呢比较可惜的，黄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公布上个礼拜的一个所谓的净多单，反倒是大幅度的撤退所以现在的黄金的一个状况其实还是有点诡谲。可是呢，以价格面来讲的话总哥只是告诉大家过去这个黄金的周线来到一个关键位置那这个关键位置呢我也不点破毕竟我们尺度的这个节目的尺度，就是我说这个要保持乐观那乐观呢就看你的操作手法第一个我们常说嘛，做法就是2种，动能跟所谓的布局那现在的黄金肯定不是动人这样懂意思那我就不多说了。好，那其他市场呢就没什么特别的我看一下。好，以上那现在是9点43分。好，那时间就不多说了那待会请小助理出来，有任何问题大家在左边留言那小助理出来之后讲完话之后，那总哥再回答大家。好，那我们就请小助理出来咯。到我了吗？等一下，节目虽然播完了，但我还是有话想要跟你说。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群益期货金牌团队的刘心如。有些人可能以为节目一结束，大家都下线了，对吧？其实我们金牌团队是一直都在线上，不管你是第一次接触期货，还是想要了解开户的流程、交易工具相关的服务，甚至只是临时有点疑问，想要找个人聊聊、问问看，我们都会在，真的都找得到人。有时候做交易真的蛮孤单的，盘在动，心在飞，钱好像也不知道飞去哪里了。但不管你的心情多混乱，方向多不确定，只要你一想到金牌团队，我们就会像神灯一样咻一下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懂期货，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人慢慢摸索到半夜，所以我们才更想成为那个你愿意问、敢放心交给我们的团队。你问开户流程，我们清楚的跟您说明；你搞不懂保证金，我们告诉您要怎么查询。平台操作卡住，来，我们画面一步步的教，我们不催促你下单，也不会硬叫你做单，我们提供你正确的交易资讯，让你自己做出最舒服的决定。这就是我们金牌团队一直在做、一直相信的事。不管行情怎么震，指数怎么飘，外资怎么跑，你只要记得我们一直都在，不是冰冷冷的线上客服，而是会记得你的名字、你的生日，会回复您的讯息，甚至在你快放弃自己的时候，还会再多给你一点信心的金牌团队。对了，如果你还没有完成期货开户，或者身边朋友也有在观望，真的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我们超级欢迎你的加入。而且找金牌团队开户还能享有9大好礼，只要找我们开户就可以解锁新手线上课程、海外期货教学课程、选择权操作教学、个股期的进阶课程，超过21堂的线上课程。还没有完哦，我们还可以享有每日一篇全球市场的操盘笔记，24小时线上社群，让你不孤单。再加上金牌团队全方位专业的服务跟1对1的贴心教学，你还能无限浏览我们网站上面金牌一江网志，里面有每日操盘笔记、更多进阶课程，还有实战交易案例。这么
么多的资源跟服务，都是为了让你交易更安心，学习更有方向。谢谢你今天的收看，也谢谢你愿意陪我们到最后。我们是金牌团队，我们下次见。好，感谢小助理哦。那总哥这边再讲一下啊、那基本上过去就提到这个所谓的市场的一个概况啦。那基本上这个景气灯最为严重的就是领先指标一直往下掉。那这个领先指标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那其中就有个所谓的楼地板。所以总哥只是要告诉大家，大家都在讨论9月份要不要降息这件事，台湾的部分。可是目前来看基本上不是说不可能，只是困难度很高。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卓荣泰突然提到这个所谓的放宽这件事情，或许是在制度上的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并不是一定是救房啦。我个人认为就是百工百业不能只是救台积电嘛，台积电不用你救啊，要救别人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是有点严重的背离啦，是真的是蛮严重的当然也是凸显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在台积电的带动之下，股市不跌了。那虽然这个景气灯号在往下掉，那如果说哪一天这个百工百业可能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结束了，或者是有一些任何的起色的话，会不会我只讲会不会我并不是告诉大家会怎么样那乐观的人就知道那这样代表是说可能有更多的燃料进来。那悲观的人认为那会不会就是要乖子回归君子回归所以这里是蛮严重的背离啦。那这个也是历史的痕迹，我们都在见证历史过去没有人看过这种事情你有看过吗？我也没看过对不对？你要找所有经济学家，那你要去论述这种情况，我也论述不出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我们都在见证历史，真的就是背离你往前面看有这种背离吗？有啦，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啦。真的没有这么严重，这个都是历史的痕迹，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突然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早在6月、7月，甚至外资其实都在谈这件事情，只不过说真的要降息，困难度真的是比较高一点但是呢，这个水龙头打开一点，或许是有机会所以提供大家多加留意啦。好了，那我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有人抖内是不是？感谢。这个林同学抖内170块他说兄弟们按赞啦感谢总哥谢谢啦，按赞不用钱，按赞按起来完了 BBQ 不能吹了跌破这个开盘价了，留意兄弟，现在是命悬一线那当然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个啦，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你会发现今年基本上从年初到现在都在讲军工股那今天盘中蛮特别的今天盘中突然台股突然杀了一大根嘛那我老实说啦台积电撑住了，但其他人在杀，那其他人在杀是全指股吗？似乎好像也不是所以呢这个今天盘中蛮有趣的啦甚至中华电信也杀了一大根出来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改天再讲这个新闻。当然，大家会觉得不重要，我也觉得没那么重要，可是就是有趣什么样的新闻呢？就是下个礼拜这个中国要在9月3号进行大阅兵那这个是他们的例会啦就是每年都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年是80年周年那他邀请了谁呢？邀请了普丁跟这个金正恩。那这个金正恩呢是首度这个自从这个2019年访华之外，是在他2011年这个完全掌权之后，首度跟各国的领袖一同出席多边场所，就是在9月3号总哥只是突然提到这个而已所以今天的盘面你就可以知道在涨什么东西了。开玩笑不要想太多真的不要想太多。好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兵败如山倒，没那么严重啦。辉达杀红眼了，大哥不要大哥不要有人问说，黄金这半年是一条死鱼。
其实黄金没有一条死鱼，是这4个月一条死鱼哦。你要去了解它的惯性啊，它的惯性基本上都是这样哦，它会慢慢的往一个形状去前进，你会发现它就是盘啊，这好像一般的技术分析哈，盘涨，盘涨，盘涨，是一个阶段性的。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阶段性，盘起来会又死人呐。像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2013年的2023年的时候，盘了足足几年？盘了足足不止7、8个月有，最后喷一段盘了3个月喷一段，这个是一个惯性啦。那现在盘了几个月？1、2、3、4个月4个月4.5个月4.5个月，正常。好了 ，OK， 好，那现在是9点55分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那明天祝大家今晚操作愉快，发大财。离开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待会大家可以做 QR code， 待会咱们的伙伴们总哥10点半的时候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这个盘中速解读在 Discord 里面。好了，那就明天晚上9点盘中速解读再见，明天见，拜拜。10点半这个咱们的小伙伴10点半，总哥休息一下，拜拜。